欢迎收看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体育馆，今天是最后一天。刚刚也欣赏到了表演赛呢，由台北精华呢对明星排球队的一场精彩的表演赛。大家一起共同共襄盛举了也支持这些青年排球的选手。对当然这样的一个舞台呢，也给高中的这些排球队伍呢一个磨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接下来这场女子组的最后一场比赛呢，是东山高中呢对英歌工商，刚好呢也就是112学年 HVL 的女子组高女组的冠军战的戏码。当然现在阵容有点不太一样了。对，没有错。就说阵容的部分来讲的话，主要是英歌部分来讲的话，之前他们几个高三的选手都毕业了那这次又主要的一个主将蓝中间手马德龙也在 U18 集训，所以说他少了中间手之后，其实他整个队形都会影响到，因为马德龙身高有183，整体的战术应该是以他为主。主要他的重心不见来讲的话，整个英歌工商来讲的话比较难训练，比较难比赛，那整个东西就会找不到主力选手。对，那东山的话，其实他是人才太多了，确实，每个年级都是大概可以派一队出来的。对，他5个在培训队，那其他选手又那么好，对，我说整体来讲的话，东山的阵容还是比较完整一点。是，确实。东山高中当然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球星了就是包括了3号的曾雨柔另外4号的简艺文都蛮值得期待未来的发展性是。虽然他们的蓝中手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像吴文轩呢也有过弃牌的这个经验，弹跳还有这个第一时间抓快攻的能力也非常强。对，观念也很好。是。那英歌工商方面，这样子看起来呢，就是包括了这个10号的吴义乐呢，外围的大炮手呢，还是有一定的火力在。就现阶段这个阵容来讲的话，对。中间手方面的这个陈怡英呢，也弹跳的能力也是蛮不错的。那曾婉纯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度跟经验。至于马德荣，如果说这样的我们回想起来的话呢，英歌工商，刚刚当然甘可慧呢。在英歌工商时期呢，也是相当重要一个成员那也有可能类似像可慧在的时候这样队形对队形对，没有错，以他为主这样。那如果马德荣也能够成长到像可慧这样子的话，也有可能是以马德荣作为为主的一个队形。然后再是陈怡英的部分来讲，他是边线攻击手，但是因为马德荣不在的关系，所以他是取代了蓝中间，所以陈怡英也没办法展现他应有的一个水准，对，他就外线就可以。对，不然的话，他是跟举球员对角的情况下面来讲的话，他其实应该在弹跳跟攻击能力应该是不错的。是，好，所以这样干脆让那个乙任跟可慧来临场督军一下好了。可以，学姐嘛，对，算校友，校友，对。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高中女子组的最后一场的比赛，也是112学年 HVL 冠军战的2支队伍的 Part 2。那阵容也许不太一样了但是就是也很好年轻一批的选手有一些刚升他1年级的选手也有磨练机会，对，让他先碰到之后不要畏惧了，不要未来说怕到东山会怕，其实他没有那么恐怖，是球是圆的，而且就像嘉勇老师您提到的，在男生这波高男生有一些是刚升高1的这些高中生许一翔他们了当然等一下也可以看到就是就林立伟了他们这一批的很厉害很强，而且有体型，对，他直接上去就有办法去当了高中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水准，所以说他们在国中阶段的水准其实是蛮高的。那是经过这段时间一个暑假一个训练跟一个配合来讲的话，其实男生部分很快就融入到高中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水准。还有中华文化教育暨体育交流促进会李树令理事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罗国伟专门委员来到我们的场上来帮我们担任开球嘉宾。这次的赛事呢，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相当多的资源，成为这一次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坚强后盾。好了，那我们请专委准备好，3、2、1，请开球。开球成功，感谢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罗国伟专门委员的莅临。
好，掌声感谢我们的罗专委，也感谢所有莅临的嘉宾。我们精彩的赛事马上开打。好，开球仪式啊，这个罗委员呢，发的还蛮不错的，蛮平的哈。对，这个应该是也哥哥有练过。对，而且是肩上8球，不是低手。对哦，那同时也很好哈，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我们的运动选手呢，他们如果对于体育行政有兴趣的话，对，其实也可以到体育局去。对，到体育局或者但是也有了哈，就看自己的兴趣未来发展，然后也是要，比如说要涉猎一些更多的薪资哈。对，像他们来讲的话，是要办比赛啦，办一些活动，像大型的比赛，像台北马拉松这个部分都是他们体育局在筹划的。是。所以说，他们整个不管是一个比赛，或者是在招募一些企业支持，其实要做很多事情。是。好，这场比赛正式展开。左边红色衣服东山高中队，右边黑色衣服英歌工商。这次的快攻曾婉纯呢是 touch out。界内，然后好球，好，英哥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哈，就好好打一场。对，就是说他目前来讲的话是1胜3败，那就是尽量打啦，然后赢一场算一场。没错，他们目前1胜呢，唯一就是击败内湖高中，不好打的一球，郑宇柔后面能够守住吴亦乐。对，机会球来了。是看一下是左右两边，最后是给何成化斜线进攻得分，14号，166公分外围攻击手。何成化也是偶有佳作哈。对，他其实边线攻击，然后他在球队里面扮演很大的角色，就是要接发球。他在对北港高中的比赛得到了16分。B 快掩护右边，爬过去啊，可惜。3号的杨以玲今天担任先发。杨以玲是基穗国中出身的，毕业，然后现在也刚升上高一而已。对，164公分，也是不用怕了哈，不用怕，尽量打。对，尽量打。简一文接发后举给曾宇柔，2号位习惯的位置。对，然后这个球举球员配得很好哈，然后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举2号位置。好，今天是7号的这个蔡之晴先担任先发的举球员，因为他们有岳芷佳呢是替补的举球员，15号东山高中，在右边吴亦乐小碎步转直线，这是曾宇柔没有包好吗？对，他直接转直线了 ，OK， 没有对位没有对好。有时候攻击手或者举球员他会举到一个不是说很靠近标志杆这个位置，有点类似这个4号跟3号。对，就是说球不够长。有时候我们在做战术的时候，有时候会举在那个位置好。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让对直线拦网没办法去做组合位置的部分。OK， 然后刚好快攻跳走了，就说斜线就一个打洞。主要是因为还是要战术去配合，然后组合进攻大概会在那个地方，对，所以就可能举的会稍微短一点。对，我们那时候就大概配一个时间差那个位置攻击。OK， 好，开局还不错，曾婉纯的发球选择吊球，简一文，然后一个后举球在右边是简一文第一次得分。这个球叫他放慢一步放慢的时候再将球点拉高，然后打长，这个球是好球。一开始大概也都彼此要互相适应节奏了。对，然后他也是要站自己的优点，这是他的高度。没错。快攻，中间快扑下去守住，真的和成华防守接发，简一文长球。英哥的自由球18号的黄子云吴亦乐的得分。对。没办法强攻，但是要来做虚攻，也是得分的一个手段。现在高中女子队对于这种吊球、小球，基本这一次比赛看起来了要防守比较困难一点。对，他是沟通上面没有做好了。对，他打直线，直线一般大概都会稍微长一点。对，打对方，只要对方发现有洞的话，其实这就直接下去了。对，而且距离短很难守。但是直线没有动的时候，可能就是打直线的外手，让他喷出去。那以
简易文来讲的话，点很高啊，都是打到首尾的位置，所以球很容易喷，或者是弹很远。机会球来了，接发不是太顺，快攻进，没有掩护左边给何成化，好拦到哦，哇快速突触破，网哎呀，了触网了，林家彤大了那么一点点。林家彤应该是英哥培养未来的举球员哈看。起来这一场他是当举球员的，对对对，其实本身就是举球员、啊，本来就举球员，在云林建国的时候就举球员，而且有高度了，对170公分的举球员其实是非常好用，好用哦。对这个培养上起来会不错，是，甚至在拦网上也都有优势，在直线比较不用担心。对，哇，这球蛮可惜的哦，可惜陈英打太长了，陈英。这样陈英今天看起来是打外围，是不是？还是他的各种角色都要扮演了？这个位置他们没有快攻，打两边场，打两边场了，对，举球员在前排了。对，然后15的队形来讲，他直接就我觉得摆明两边场给你打，我就不要快攻掩护，对，因为陈英是打举球对角的一个攻击手，是他的专长还是以长攻为主。好，今天已经最后一天的比赛哈，各队最后一场呢，也把握这段的时间，一个比赛的赛事的告一段落呢，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对，简易文也要多练接发，快攻 OK 后逼快攻，好球哦！10号的文轩的得分，对，文轩这个助跑得很漂亮哦。那举球员在配球的时候也是有速度的配球。B 对。蔡之晴7号举球员，我看到举球员最后一刻才给球哦，对方的拦网根本来不及跳，没有办法反应哦。对，所以哎呀不好打，小心，好并没有拦网，修正在左边给何成化做他敲的进攻，直线。好，双方现在把握度呢是都还不错，目前是东山高中8比6的领先2分差。等我们召集青年排球邀请在今天最后一天，那么稍后还有2场男子组的高男组的比赛，4强的一个循环赛。接发不错，可惜啊，陈英这个球没有扣好，对，也没过来4级球了。对，那这个球也举得过长了一点点哈，在裁判的位置那边呢，只能往外跳，然后去处理这个球。是林家彤，对林家彤的球的稳定度还不够。对。毕竟也才刚升上高中1年级，对，这球也不够长。杨以琳的攻击送球后排给曾雨柔，守，吴一乐可以守得起来的，这是应该是10拿9稳的球，是在专注吧？是不是？专注，对，然后动作要做到最后一刻，有时候不是只是碰球而已。我们碰完之后，身体还要再做一个推送，或者是用身体压了，不要让球跑出去。哇！哦，杨以琳爬网过来得分，幸运球也不错。像这种球真的不好守。何成化反应要够快了哈。对，哎呀，因为他改变了一个球的来路、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人马上做一个转折、一个加速，其实要靠反应。有时候是不是排球选手还是要练一点爆发力？哦，爆发、敏捷都要。OK， 全能球员全能运动员，对不对？那敏捷也很重要。林家彤的举球后排给吴一乐强攻，单手救起来不错，简易文，而且简易爬起来做马上打后排，厉害！好球，一个背飞掩护，被拦到了哈，看看单脚，至少战术演练是有变化的。小球，吊球扑下去，何成化还守住哦，和陈怡，左边杨以琳，拦网被拦到了。12号的温宇拦下了这一球。我们发现到高1的女生来讲的话，其实先上来，我们发现到肌力跟高2、高3的选手还是有差异。对，看他的助跑跟起跳部分，不像男生部分，那起跳的速度跟弹性都已经出来了。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多的队的女生的高1选手，其实她还是有差异。是。所以，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在高中阶段开始加强这个重量训练的部分哈。那如果说避免受伤，假定他们还在成长的话，也许骨骼或者都还在长的话，也许重量训练在国中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重吧哈。对，但是还是要做适度哈。对，然后其实很多选手上了高中会被改，
比如说助跑的速度，因为国中这个阶段可能可以用，上了高中不能一定可以用。所以说，有时候看到高一的选手，假设他真的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下，或是脚步的问题，其实都会到高中，我们就要尽量修正到最好的助跑方式，最正确的动作，这样。好，郑婉纯的霸包球现在最后9比11，而且发球加压林家彤，后举球右边给何成华直线啊喷走，哇，有抛啊哈！怎么举？只要后面的2号位置攻击，永远都剩一个拦网者而已哦。对，这不好守了哈。对，你看蓝中都来不及跟。对啊。所以这个一般到了高中阶段，应该都会举后举，会，一定要会的。国中就会了，国中只是稳不稳定而已。OK， 所以说我们一个战术来讲的话，不一定要打得很复杂。其实一个快攻，一个 V 快的，然后两边拉长。那你的拉长球是有球速的情况下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主要是不要让中间手来得及去准备做组合拦网，我们只要破坏这个部分，攻击手实力够强就能得分。特别就是。如果相较于国际排球的话呢，我们台湾算个儿并不是特别高了，对，所以打平快真的是需要的。那有时候你做组合，那组合部分有时候对方都没有在动，你反而是让他拦。所以面对组合的防守，反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对，所以我们组合攻击或是做什么时间差攻击，还是要适当的去运用哦。这不是说一定要每次都用这个，那还是要恢复到最基本的，我一个快攻两边场的。像日本队在国中的时候，他们不能打这种组合，他们只能打快攻跟高的球这样攻击。哦，真的哈。对。把基本的先打好。你会打高球，平球就一定会打。OK。对，像修正球你会打，你就不用担心打这种平球或者一般的长攻球。对。那组合球是其实在时间差来讲，其实是比较好打的。英歌工商最起码这个比赛这一场这一局呢还能够咬住哦。对，11比13了哈，没有被拉开来。没错，郑婉婷的发球，简玉文的接发，后举球，拦到了，拦下来呀！简玉文还想准备做进攻，那里有一个漏洞。对，这个球是陈依英哈，对，来不及之后，他还是有跳起来之后，让2只手延伸去拦网哦。那陈依英的速度是比较快。那郑允荣可能也是想打2个拦网中间了，对，但知道他最后一刻还跳起来做一个拦网，对，所以说我们这不是放弃，哇，超过边线，发球者，对，小小的推贼，对，因为他是从边线助跑到里面去，对，那他的起跳点刚好在边线外面，我们来看，对，后脚，必须2脚都要在边线内，那也不能踩线 ，OK。马包了，哇，好球！对，10号的吴文轩大概打点为主。吴文轩10号，他资料上呢是说他有小学的时候打过少棒，哇，打过少棒，这么厉害！对，郑允柔发了一个短球，一记 ace， 那。率先来到16分的是东山高中女排，目前东山高中16比12领先的英歌工商。休息一下，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欢迎回来，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最后一天的比赛，最后一场高女组的赛程由东山高中对战英歌工商，也是112学年的 HVL 冠军战戏码Part 2。
快攻，红色衣服东山高中，黑色衣服英歌工商。简一文来了，哇，还有单手救到，还有哦，是西位球快攻跟杨以琳守住，哇，好球，快攻，对，来回拨的快攻就很难守啊。对，而且我们在这种，其实我们在去训练快攻的时候，会让他自己接自己跑，对，通常是这样哈。对，因为还是要多做多跑这样子。那这个时间呢，突然间给一个快攻，其实得分是很快，效率很高。直线，威勒直线他招。威勒的助跑比较小步的哈，就刚刚邓跟我讲的，有点小碎步的感觉。人家踩2步，他踩3步。大概就是想把最后的能量蓄积到起跳之后的和攻击那一刻。但是你碎步跟点这样跳来讲的话，其实是不会抬得很准，不会很准，因为我们需要最后面的一个起跳点，左脚并脚这个力量，最大的力量是在后面这2步。哦，这2步脚没有做好的话是跳不起来。是哦，这个顿发哎手。因为我们不希望选手是在算脚步在进攻，就是做一个是用一个顺畅的方式，然后就是凭那种感觉练习的次数来讲，就是很顺畅的踩，然后并跳打这样子。OK。简一文直线这次守住哦，黄子瑜后排处理啊，可惜了，对。其实我们最不想看到就是自己打挂网。打奥赛的话，长的话不一定对方还会去碰。那打挪印根本没人会做，你一定是失分的。对，宁愿你打奥赛，也不要打挪印。对，奥赛有可能弹起或者是对方防守去碰到，这都有可能。但打挪印永远没有机会，一定是失分。是。好球！双人来往后面，简一文，接着何成化拦网出界，这个何成化攻击得分。对，何成化就是属于一个稳稳的一个选手哈，会扮演他自己的角色，边线攻击，然后第一波他需要去接发球，那第二波或是这样，只要球给他修正，他就有办法处理得很好。简一文继续发球，哦，过网击坠哦，哎呀，接发被破坏了，黄子云。对，那英哥现在目前我们看那个头场比赛，他们接发球上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对一个目前来讲，各队的一个发球的一个他们适应来讲，目前还没有到很稳，所以他们球场通常都失分的时候，以后是2、3颗这样就不见了，见到有失误。通常在一场排球比赛，如果出现呢，这球当然太长，如果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连丢3分哦，那大概输的局面是蛮大的。对。而且你没有接发球，其实你要把分数再追回来，其实也蛮辛苦的。也是，因为你失分快，然后你得分难，永远分数追不到，失分追不到得分。就对方的就发球蛮强的选手，好像感觉手边线，哇，这个球真的发得很准。是。那这个时候是东山高中也让其他的球员上来，13号的张惠珊现在在场上，才升上高一，173公分，草屯国中。这应该光从草屯来，拉了不少球员。对，好，就是张惠珊，修正处理后排，简一文敢打。哇，简一文讲前排后排都运用的很顺畅来讲的话，其实他未来是蛮恐怖的哈，国家队一定会有他的存在。慢慢他这个接发球这一环哈，他也越来越多的经验了。对，有时候接发球我们真的是要多练多熟悉啊。是，你说今天这样子一生下来就会练，会接也很难，很难。就是要磨出要经验。后排威勒攻击你看救起来不错哦。对，简一文守的哦。对，简一文守住。快攻，中间快攻，又被可惜。所以有时候这种球，我们要去评估这个球会碰到网子吗？不会碰到网子，在球的过程，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们赶快跳起来去把它敲回来。对，有时候就是说，你选手在防守第2个球的时候，你要去评估这个球到底怎么样。所以随时要准备啊！对，球有时候来得很快，就是要你判断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球。好，也是一个经验刚升上高一的张惠珊。13号，对，像这种球接发球来讲的话，他的手就太开了，因为我知道
发球用高上手接发球来讲的话，其实你的手指头要硬，然后不能太开。哦，对，因为容易让球直吃下去，因为球速是快的，不像我们一般的机会球慢。是，哇，奥赛自己挤住了哈，这个球他没有判断好这个球举的位置，那在沟通上面还是要再讲清楚一点，因为这个球算是时间差的一个位置。那时间差的位置来讲的话，正常来讲我们还是要刚刚好的位置比较好打，比较好。对，因为助跑是固定的，有时候我们是助跑固定，有时候是球固定。这一阵子东山高中在比赛后段的时候呢，让一些年轻的选手上来哈，比如举球是这个岳志佳15号，然后2号的林千军上场，然后有13号的张惠山也上场。当然，现在东山高中还是保持领先21-19。东山高中的执行教练是庄明瑞教练，明瑞教练也是，他是高雄前镇，他是自由球员吗？不是，不是，他是边线攻击手。边线攻击手。对，他是高雄前镇毕业。前镇，然后前镇国中毕业，后来去丰商。对，高雄前镇。是进张师大吗？还是我想他高大学是哪里我忘记了。对，他好像也有打过一阵气牌嘛。有，对。21-19哦，看看英歌工商有没有可能来翻转。是替补的举球员1号的蔡元熙的发球，加压了，成功。好，2个人拦网，对，修正起来，直线转成直线有手起来哦。快攻吊球，钟婉纯后排简玉文，后排简玉文。好，还有吴文宇，哇，这个球会出界吗？会。OK， 这个球在举球跟快攻的配合上面来讲，当然这个球有点过低了一点点哈。那出手的部分来讲，可以再快一点点，弥补他球太低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这种快攻球不用挥大臂，直接手腕的速度快来讲，就可以弥补这个球不够高。OK， 所以中间手、拦中手这样跳起来的时候，手背要放松或者随时准备。对，就是一个手型这样就好。手型就好，不用整个拉，把整个手臂引到后面去。就是说我们要挺胸，然后整个展到后面，不需要这样子哈。只要上来的时候用我们的小手臂跟手腕这样就够了。是。那当然，欧美是全身力量了，暴力是暴力。这边直线背后3号的曾雨柔呢给拦了下来。对。那现在再把几个主力呢换上来。好，蔡志勤呢上来发球。哎呀！哎呦，看看英哥再追看。蔡志勤这场比赛第一局有2次的发球失误。23-20，还是东山高中领先。目前就是留了13号的张惠山在场上，其他是基本上先发。对，平球。简艺文接棒蛮好的，我守起来哦，黄子云，来，林佑熙守住，曾雨柔，哎呦没有包好，英哥呛死，快攻拦到啊，可惜。对，曾完成这个球太可惜了哈。有时候我们会讲这个挥臂是过慢哈，然后不够干净的情况下面，有时候等了一下球就掉下来了。这种确实是拦中手真的要讲求速度了哈，对，要快。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球该用什么方式打。好，东山的局末点呢，最后是简艺文，还要守住哦。还有吴宇的防守起来，霸包吴文宇加压。对，加压。25-20，在第一局的比赛，东山高中以25-20拿下，目前是1-0暂时领先的英歌工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好，欢迎回来！2020登峰造诣青年排球邀请赛，基本英歌工商了是北部的学校嘛，哈，对，大概家人们哈也都到球场来帮他们加油打气。好，第2局的比赛开始，黑色衣服英歌工商对红色衣服东山高中，直线呢他跳对何成化的得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队形，就是拉2条长的其实就够了。有时候战术是越单纯越好，就是看举球员配给谁。所以说举球员你要去观察对方拦网者的一个习惯性。好球拦到，拦到吴文宇。好，快攻再跟后面，右面给郑宇柔，再补简玉文，简玉文转直线被拦下来。对，直线是杨颖，快攻，哇，好球，曾婉纯哦，英歌拦下几球，并且反扑得分哦。对。第2波、第3波一个快攻哈，所以说曾婉纯的部分，假设我们在第2波、第3波能够把球接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点之后，还有办法跑快攻来讲的话，其实得分的效率就很高。曾婉纯也是 U17培训队的球员，在对中山工商得到了11分，今天也拿下了3分。第2时间，又是被曾婉纯拦下了简义文，哇！曾婉纯现在一夫当关了，来对抗东山高中。对，像英歌这个拦网部分就有设定哦，快攻不跳，然后直接抓简玉文，抓对了哦。对，所以拦网者还是要，举球员还是要看一下拦网者的中间手有没有动，对，要余光去看这个球的举发球，稍微短了一点，赶快出手，是斜线，对，对，手标就看外面，后再给他郑宇柔朝长线进攻，也要多磨一下郑宇柔啊。毕竟也是我们青年队的好手。对，在今年的 U18呢，在泰国的比赛呢，台湾 U18的青年女子队呢获得第3名，当时季军战击败泰国地主队。邱正球，好，守住在左边拉长吊球，好球，对，越高的球员吊球效果越好。还是动作还是要逼真一点。你不能一开始就很明显说我要吊球，跟所有人昭告天下，我所有人都去接了。是。简玉文目前得到了5分，发球是吴文宇，接发不快攻，曾婉纯第2局现在连发挥哦。对，像曾婉纯这2个球都往左边扫哈，这其实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对的，我们快攻来讲的话，当然是起来之后尽量就是打2侧啦。对，那我发现到往左边打是效果是蛮好的。目前曾婉纯呢是已经得到了5分这场比赛。哇，还有简玉文，ace 哦，杨玉玲的发球得分，3号。像这种接发球，突然间改变一个位置没有接到位，其他选手有时候会被吓到一下，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会接到好球，接到定位。刚发球是郑婉纯，抱歉。对，后面郑宇柔，被守住哦，接着是吴怡乐，之后攻击哦，英歌第2局不一样了哦，英歌工商现在5比3领先。对，一开始的拦到2个球的作用哦，那整个英歌的整个都提升了一个相当的士气哦，那每个攻击手都把自己的责任做好来，包含发球部分也是有加压，然后针对性的一个发球。吴怡乐目前也得到了5分。哇，太小了，太可惜了哈！在连续得分的情况下面，尽量减少所谓的发球失误。好，目前曾婉纯呢获得了6分，也是 U17培训队的这个球员，当然为最后没有正选。邱正球，直线的，好，举球员再给简一文，哇，斜线守起来吴一乐，哇，英歌现在渐入佳境，再一球，哇，直线，这个球应该要怪到2号的部分哈，英歌拦网的2号部分，他定位没有定好，那中间手还要推他，其实他没有定好之后，造成直线洞很大。反应要够快，而且对方的最主要的就是简一文了哈。对，但是要盯住，你的定位要定好了，因为你要看那个球长短要去定位。
处理球哦，是快攻来喽！哇，好球！结果温轩啊，削边球，对，最起码有挥到，对。对。今天看起来东山高中2个蓝中手哈，双吴温轩跟吴文宇的也都还蛮正常稳定。对，8包，哇，好球！对，本来英哥已经是领先了哈，但是又被东山拉出了一波4比0的攻势。对，所以说我们很怕就是一个球队最担心的就是连续失误。那一个发球失误完之后，连续被对方得了3分了。接发，就是基本盘，哎呀！就是接发哈，对，没有到位，对，快攻，对，好，守起来喽，对，林家彤垫高，直线的拦到哦，快攻，还以颜色，哇！现在陈莹莹还有曾婉纯都打左边斜线，对，现在都往左边打哈。那这时候东山的蓝中的选手就要知道说要怎么去拦。对他们现在已经不打中间的情况，你是不是用一只手去摊，一只手去伸展，注意把这个位置顾好来。第二时间快，还是被守起来，守住。吴一乐吊球扑下去，和林佑熙救到。哇！哎呀，应该这个球其实有篮网有碰起来，然后减慢球速了，然后后面刚好重叠了，重复篮网重复的防守重叠到了哈。所以就没有守好，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时候要喊声音，就是这个目的。这个球员是黄子云，18号，转成直线太长，可惜，太长了，可惜。手腕呢也是对用的不错。这个不错，我觉得他想要打这个路线是对的哈，因为直线有动，但是可以再细腻一点点就可以得分了哈，是，有点可惜。选手还是要多尝试啊，不能说我只有打一个斜线的位置攻击而已，我还是要去尝试不同的路线。陈莹这回外围没有 touch 到，连着2次的攻击出界。对，东山高中在最近拉出了一波7比2的攻势，现在10比6反倒领先4分。简一文，哇，可惜，对。相对来讲，我们要发比较平的球，就是要就会冒一点险，有时候球就没办法过网这样子。那当然，相对来讲，发高球可能对方就是好接，我们大部分会设计在网子上面标志杆的一个高度。就是不要超过那个高度，然后就沿着标志杆这个2只的平行，在网子上面80公分的左右，在这个地方发球。只有全林佑熙的接发，接在左边何成化，全垫高再一次更靠标志杆，没有人踏吧？对，直线来得很好。林家彤自己可以攻击，没问题。对，逮到机会就不客气。对，林家彤身高有170哈，所以说在直线定位的好的情况之下。那个何成化就很难去突破了哈，连续拦2个球。在他有练到攻击，我们知道前几场他都有当攻击手，所以那种骂包球他也是可以胜任的。哇，这个球举球员的失误。好，这样现在英歌工厂又追进了9比10，就各队来，毕竟年轻的选手哈，对，稳定性。岳子嘉换上去哈，15号的替补的举球员岳子嘉上场。对，因为这个应该是。举球员的失误了，观念的问题。很快的哈，就雍顺教练呢再提醒一下蔡志勤举球员，1分差。好，简一文上手接发，接着何成发攻击，守住的是黄子云，在左边转直线杨以玲，还有碰到有后排赶快处理球，后排是简一文攻击，守住哦。长线球，双方防守都不错。郑雨柔一个直线进攻也被收起，对，小球吊球扑下去，在后排简一文，哇，又被收起来。后面呢，吴一乐守了好几球，长攻，何成化还被拦到，吊球，哇，是这样子的得分，对。
那东山就很可惜哈，多波的攻击都没办法得分，结果被对方拨一个小球这样子到底线后，然后得分了哈。就是在来回多球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慢慢的往前这样，对，像往前，像往上球来讲的话，其实第一时间处理掉是最好，因为你在这中间那个靠网的球，假设你还要再举，有可能会造成失误，是，就是处理掉是最好的。哇，要被收起来哦。对，修正吊球，啊，掉到界外了。对，这个球也没有举好哈，太靠网的情况下面，只能用吊球来处理而已。看起来也想要看看能不能摸到对方手指头对一点点了，没有成功，还是只有1分差。东山高中11-10领先1分，直线被拦回来，杨以玲快攻3号中间，陈怡快攻落地得分。陈怡的其实他弹跳力很好哈，他助跑后退一步进来，他弹跳力算很好，爆发力也算不错。角色适应的还不错了。对，目前参考陈英得到了5分，双方11-11平手哦。过往脊椎的发球，单脚都没配好，对，偏高后排给吴一乐，再到左边来是何成化直线拦网出界，被拦了2颗，这次我再打斜一点，转直线再转多一点打外手哈，所以他其实。他知道说，在直线的部分来讲的话，有林家彤的高度有170哈。那前面几颗2颗我被拦到了，我知道第3颗我怎么处理。所以这样都是好选手哈，都有在思考，都在用脑。是。直线哇，守住了对，简一文啊！这个周婉纯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对。不过吴恩宇是171的，差不多。但是这个球是抢为先机哈，看谁先抢到这个球，先抢的是对，那就得分了。那你知道往上球，只要你快一步，那往2次拨就会得到分。那你慢的话，就是跟他挤的话，慢的人会赢。哦，是哦。时间差 ，OK。曾宇柔这个部分，因为吴恩宇也有几次快攻了哈，所以也要注意他。结果曾宇柔这一次剩一个而已。然后你本来看守他的这个边线的部分没有往中间跟啊，他的因为你说你的攻击手就已经跑到中间去了，你还站到原地，所以说那个拦网者就会造成的，没有人去拦这个球了。英歌工商继续咬住哦，现在只有1分差，12-13。在这个时候，英歌工商是16号林一慧上场，林一慧上来斜线攻击界内哦，哇，出手还蛮快的哦。对，斜线一个洞后，这砖打进来。所以就斜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希望对方选手能够打这么斜。对，在3米线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的称为在5号位置的地方跟4号位置的一个交界地方是比较好，最起码你可以打到那个地方，然后打很直，其实这样就很容易得分。一般自由球员是防守的话，他站位会看前面拦网吧，哈。自由球员有时候会分配看他是守斜线还是守中间，对，都有可能。那你守斜线来讲的话，你就一定要看拦网的手跟对方攻击的姿势而去判断。在拦网已经做得很紧密，就是四肢做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就是准备吊球，或是他记的球。哦，对。那斜线还有洞，他就先守斜线，然后再判断看攻击手的一个姿势，然后而去决定我要做什么。那自由球员就是很重要。哇，那就真的是要反应很快的，当然要判断。所以说我们要看，所以说前面的拦网也会影响到后面的防守，所以它是一体的。是。简一文被拦了下来，然后修正处理球，斜线的攻击，这一回自由球员修正，对，林一慧换到右边来，左边吴一乐直线的马包没有，对，还是被收起来了。曾婉纯举球给林一慧，后排来不及了，这个球，两个人撞在一起了，
注意，还有快攻吗？哇，太低了。文轩太长出界，确实太低，而造成了出界。这球举得太低了。哦，英歌工商现在领先了15-14。换快攻手吗？对，一个是球举太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攻击手跑太慢也有可能。好，现在换上了17号的洪于田呢，也是175公分的身高，体型是蛮不错的。对，同样是来自草屯国中。一个后举球给曾宇柔，有哦，对，他举比较长了，对。可是我看到后面几场哦，曾宇柔部分，在我看到前几场的时候，曾宇柔在对方一个拦网者的时候，他可以打很直很斜，很容易得分。可是现在看到剩一个拦网者，他还是让拦网者碰到球哦。其实以他的实力，应该让拦网者是碰不到的。斜线哦，就站得很稳哦，看自由球站得很。林佑熙站稳。哇，这个球处理，哎呀，反而没有拦网的情况下哈。对，反而球举不好，反而他处理球反而得分，球举的好，然后对他好难。好，还是东山高中先来到了16分了，东山高中以16-15领先英歌工商只有1分。休息一下，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欢迎回来，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今天最后一天，星期三，但是也是很欢迎球迷朋友哈，可以进场欣赏或者锁定现场直播这场红色衣服东山高中对黑色衣服英歌工商，哎呦，爬网出界，好，差一点就界内了，对。高中女子组呢有6支队伍参赛，也是 HVL 的前6强，打单循环的比赛。高中男子组则是有8队，有前4强队伍也是打个循环。吊球，哎呀！那不拦网的人一定要去做防守的动作哈，像中间已经被骗起来了，所以说你就要去马上转身去做防守，这是属于中间手的球。17号的以升上高1的洪于田。后排，哇！现在都打了直接霸包，哇，这球不敢打。对，后排，何成化，对，吊球注意。接着在左边简一文，哦，至少有碰到就吊球，送球并没有，简一没有攻击。再拦到教练卡位了，挡到了林一慧。对，教练卡到哈。教练太厚了，从后面来不及，这算教练失误。好，对。其实刘教练笑起来是蛮可爱的哈，蛮可爱的。对球员是很严厉了哈，不过也是很要求了，应该说要求了，对。吊球，哎呦，反应都慢了一点。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说真的，我们会觉得他手到位置，所以说像后排选手都要准备去打后排了，那这个重心又要往前移，当然是很困难。因为我们相信队友，怎么知道队友就能这样子？一般救球后排救球还是尽量用双手。对，所以说球救起来尽量是往前救，但是不要救过网。那
那其他选手当然要注意，有时候看他就接到位之后，我们再退。那他是早退了一点点，所以他整个一个反射动作就是重心往后又往前，就造成他们就不容易去做，就是在补那个球。是。简一文接发，时间差，时间差，但没有强扣。对，在左边靠网。好，机会球，看看东山高中这一波的情况怎么样？何成化斜线啊，对，这回有注意哦。后排，哇，重扣！哎呀，有没有 touch？ 没有。对，哦。其实蛮敢打的，不错的。对啊，吴亦乐这几场比赛哦，还展现了他胆识哦，手法也不差，又有 power， 还是只有2分差而已哦。也磨练一下新人哈，17号的洪玉田在场上来发球，至少打一个轮转，在左边直线，对，哇，垫高，还有后排简一文球刚刚好，林一慧守住，左边小球杨以玲。触网，拦网的触网，吴文宇的触网。对，所以说有时候攻击的节奏变慢或者变快，造成对方的拦网者可能就是会去触网或者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得分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个式的节奏不要都永远都固定，都快是不是？对，出手有时候可以变快，有时候可以变慢这样子，但是你的球点还是要抓到，很重要。先决条件啊。对，1分差而已哦，一个工伤。得1分是1分，然后赢1局是1局。是，好球到位。飞飞，左边何成化斜线触网了。哎呀，拦网的触网。像何成化这样跳起来之后，在空中可以转身哈，那肩膀左肩往下移之后，身体就偏向斜线就比较大了。所以说我们在攻击的时候，左肩是要朝网子。这样子我们才把它打斜线。OK， 对，左肩是要朝网。跳起来再转吗？就是起跳的时候就要转。起跳的时候，我们的前脚就已经要等于是内八，内八主力，不要让人家往前跳。那跳起来的时候，左肩那左肩有时候我们的有时候是比的球这样子，那我才有办法去打斜线。那我们假设转多一点，斜线就可以打更斜。对，那你平面这样子的话，手是没办法用力的。我们知道我们要用力，一定要手要后引，然后才有办法出力。所以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右手的左肩已经是在朝前面，那相对的左手就相反。好，修正球，对，换上了曾佳瑜上来替补举球。12号，第二时间，吊球，哇，touch 了，这一次有到了哦。像有时候这种 touch， 我们前排拦网就会讲 touch， 然后后面人就知道要喊大声，对，有时候不明显的球还是要喊一下啦。东山高中交出了暂停，双方20-20平手，来到了比赛后段关键的时刻。当然，这一项的赛事也是很好的磨练了，所以。教练团也都会让年轻的刚升高1的选手呢，会有轮流上场的机会。对，教练也是借着这个比赛去学习到一些平常在我们在练习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在比赛才会看到，这就是增加一个比赛的经验。那这些东西其实假设他有记录的话，其实教练回去就开始会重复的练这些动作，其实针对每个球队的帮助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就甚至可以针对个别球员的状况，所以我们常常说，在比赛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友谊赛一下，然后去了解自己的状况。那一般来讲的话，当然以高中球队都会去找大专或是社会组去友谊赛，因为我打不赢你，我才发现到我的缺点在哪里。是，这个发球也相当不错哦。后面右边给林一慧斜线的好越指加守住，哇，不好打。对，这个球真的是不好打，但是还是要试着要去学习这种球。所以这时候假设我们回去的时候，雍顺教练就可以在那个位置抛球给他打。好像我不同的位置修正过来的后排你要怎么打？那么回去就可以用不同的位置去抛球，去做一个模拟这样子的练习。是。现在英歌工商领先喽，这场比赛有的拼喽。右边何成化，哎呦，何成化的突破还是相当好哦。对，目前他得到了7分，21-21。就发现他很稳定，会主要接发球，然后再求取他的攻击，他自己的失误不多了。
接发斜线，然后这球很明显。对，林有熙守起来了，接着郑玉柔，哦，能够守住，好，再送回后排敢打哦，哇，吴怡乐，哇，这个球拐的这个位置哈，连简义文也被吓到了哈，因为简义文刚好要退，但是正常来讲，防守简义文也要先守，先守再退，他是没有在看这个球情况下面就觉得那自由球员认为他前面会守，然后这边守到了。22比21，英歌工商领先1分。修正球简义文就不够高，只能够修正。哇，这个球要小心，守住，接在左边，奥赛，太大，对，也是想打对方手指头了。对，所以说再像这个分数蛮关键的。是，我得分的话，可能就分数就拉开2分了，但是结果这个球我自己失误了，非常可惜。对，就结果来讲的话呢，基本还是安全，就是稳定为原则哦，先送过去。对，垫高喽，何成化，英格工商呛手，看看中间有没有快举球员判断错误了。对，这个球送太靠网了，那因为举球员比较矮一点哈，158公分，他觉得这个球应该会过网，结果他手就缩下来了，就判断错误了。陈嘉瑜，好，现在东山高中23比22，吴文宇的发球，哦，过网击坠，哇，小心哦，哎呦，还好，敢打东山修正球，左边给简义文，哇，首尾，哇，从2楼倒下来。这个修正球，简义文的是打得不错了。对，他其实把球点放高了，所对，以说他试着有时候就需要这样打。你看他整个手打直出去，这个球其实是虽然球是没有那么重啊，可是你相对来讲的话，我今天很用力打，我的球点就放低了，很容易被人家拦到哈。对，有时候他可以放球点去打点打位置，他的高度够。目前简义文这场已经得到了10分。危险！球出问题了！哎呀，出发球接歪了。是，那好，东山高中呢还是拿下了第2局，25比22。当然，英歌工商是咬进波，最后关键还是接发出问题。对，东山高中2比0暂时领先英歌工商。我们休息一下，回到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好，欢迎回来2024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哈，在台北体育馆的红馆，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比赛了。最后一场高女组的赛事，由左边红色衣服的东山高中对右边黑色衣服的莺歌工商，也是112学年 HVL 高中排球联赛高女组的冠军战的这2支队伍。但现在阵容是都有一些变化，对。但是莺歌部分来讲，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哈，他其实分数都拉得很近，那最后面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接发球失误，这样造成整场比赛就输掉了，我觉得蛮可惜的。这是我们选手还是要学会关键的时候如何得分，蛮重要的。是，就常常一开始的时候曾婉纯呢能够得分，对，但是后面就用的很少了。对啊，但是有时候也不是他，因为团队的活动，对，有时候其他的失误，没错，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关键的分数怎么拿是很重要的，或者是说你要把握每一个得分的机会，不然太容易失误来讲的话，其实你从后面弥补，像这个球就不太应该。这每一分都算的哈。对。所以说我们在比赛在记录的时候，有时候看到我们的失误几分，这些失误只要减半，少了1/3，我们就赢比赛了。所以就有时候有那个数据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球队里面的差异在哪里。是。右边林一慧被拦了下来啊，还有哦。对。王子云送回。再看有没有快攻，吴文轩接着直线还是被摸到啊！哎呀，吴文轩没有救起。当然也看到林一慧拦得漂亮，16号。对，我一试着说让简佑的挥臂能够再训练再快一点哈。因为我觉得一只拦网者，我没有把球点拉高起来，但是我们出手一定要快，对方才来不及来拦网，而且要闪对方的手，快一点，对，硬塞，界内哦，出手要快，真的要快 ，OK， 也要干脆一点。4号的简一文现在得到了11分，双方2比2。像这个球他打出来就有角度。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是打直的、打斜的，很直很斜这样子。文轩发个短球，一样是往左边打，很好。对，后排给何成化修正球了。中间快攻，温宇先界内。10号跳举球员的时间，所以刚好起来之后举给快攻，然后打斜线。最后还是只有一个人拦了哈。对，因为举球员是后排的，他既然对举球员跳，他其实是跳错的。哦，对哦，也要注意到对方前排后排。对，15还是前排？对啊，还是后排？是后排的。哇，太长，这个没包好。对，他也是跳了点的高也不对，变成在球体的下方，你只能把球打长。也要控制哈，对，控制跟球的距离，所以说这个真的要多练，而不是那么简单。对，我觉得当小学生要学会到攻击其实很难，而且要打得很顺，他这样花了很多时间。修正球，修正右边开网，再来一次快攻，中间快攻，对，好球哈！像这个球的出手就够快。那因为我们知道快攻的距离跟防守者的距离比较短。所以说，只要你出手快的话，其实防守者的反应没有办法那么，只要不要打他正面让他守到，其实只要左右两边，其实让防守者都很难守。文宇也是 U18培训队的球员，已经在 HVL 也有过比赛的经验。简一文接发好球哦，右边来长球，可惜出界，对，会大概教练团也给他磨一下了哈。对。也算很年轻172公分，对，很年轻的选手。是来自至正国中林一慧，那他也想要跟学姐和林良代一样，北上，然后来加油努力。小球，吴一乐触网，触网，像这个球就不应该哈。是。有的试着人家吊小球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试着想要去抓他，然后就烧他自己的触网。中央高中就是换上是第3局18号的林以恩在场上。
发的很好哦，对另一分接发 OK， 贴背单吴文宇，哦好球12号吴文宇这一段时间发挥的很好。对，就是我们看到那么多场东山高中打球哦，这个球 C 我们看到这次是配的最顺的一次，所以还是要多练习，不然我们看到不管是他的 C 或者是后面的单脚的，其实有时候都会失误率蛮高的。是，好，这个重扣被拦到，接单脚再来一次，看都是这样处理。哎，对，就是配合的没有那么好，对，只能变成说我举个单脚背飞，只能用处理球的方式而已，达不到一个得分的效果。那刚好对方是没有把球处理好。是。好，现在吴文宇个人在第3局就已经得到了4分，包办全队得分的一半以上。啊，过长飘球，发球是18号的林以恩，168公分的攻击手，2分差7比5。吴一乐发球，哇 ，ace， 发给林宇恩，对，看一个发球失误，接下来接发球失误，那你就失了2分。哦，发的精彩哦，都是贴网过，后排不好打，敢打。吴一乐，再来，在左边给何成化喷走，还有修正，左边杨以玲3号，中间个洞啊，到底他是怎么打的？看到那个洞打好厉害。3号的杨以玲的得分。我看到那个攻击的时间不一样，篮网者的就是还是用自己的时间去跳，就造成掉下来的时候，刚好那个洞就出现。篮网要跟着对方的球员呢，还是要看着球？都要。OK。B 快攻吴文宇，哇，基本现在东山唯一得分点，第3局是吴文宇，对，个人拿下了5分，第3局全场得到11分。吴文宇的发球，简义文现在也是11分。哦，中间快攻用波的落地得分来不及了。陈依英对4号陈依英的得分，陈依英目前全场得到6分，刚帮8比8哦，还好，英哥再加油。到了后排了，吴文宇。陈依文的后排攻击，哦、对，吴一乐。你看吴文轩在前排，哇，好球，好球，守住哦，对，哇，这样子送过来，没有直接攻，直线触网了，篮网的触网，林家彤，对，林家彤触网。大概1局里边呢，如果教练团能够允许的失误次数是希望在4次以内，越少越好，能够不失误最好。OK， 那球赛也会好看，就是我们得分都是扎扎实实哈，攻击啦能够得分，但是整场不失误是很难的，很难，对，难免都会有一些失误，对。所以他怎么可以都找得到呢？中洞哦，对，怎么打都打中洞，因为他节奏是慢的，他是慢1拍带击球。哦，像我们的篮网者都跳起来了。哦，对，我们是慢1拍的攻击特色，打得也够准。所以说，当不同形态的攻击手，其实我们篮网就要去配合，像这个球就要慢一点跳。对，那篮网者就要去发现攻击的一个习性跟特色。不管是他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打球的方向、打球的位置、挥拍的速度，我们都要去了解。是。后局给没有人拦啊，被守起来，还是守住。右边林一慧的进攻被拦到，再一个快攻，郑婉纯拨球，自由球员修正给何成化。哎呀，这球打了斜一点，然后反而有时候有的选手是没有人拦网，他打不死人。反而有拦网，他把他打死了。刚刚他前一个球没有人拦网，他打不死。结果这个球人拦网之后，他打塔吉奥，打斜一点的塔吉奥出去。
一般女子比赛有可能出现这样子，对，因为力量比较小，男生的话可能就棒下去。修正给简义文，好，轻扣，对，这是拍。再一次第二波，好球，OK，这个有角度。简义文得到12分，确实对东山高中来讲哈，简义文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多给他磨练了哈。对对对，他可以增加挥臂的速度，会再多练习会更好。是，因为他国三才开始学排球。B 快给文轩的守住喽，黄子云离网的 B 快，哇，拦到了，这回大概比较靠网，然后也没什么角度了。这个节奏刚好是拦网的时间节奏不一样，不一样。对。14号的合成化的发球，东山高中12-9领先，最近一波4-1垫高。B 快，简义文的2拦回，还好有人有注意到。哇，这个失误！这个球简义文应该是快一点之后打直线，蛮可惜的，只能打顺手球，所以他慢了一拍。因为我们在追球的时候只能打顺手，来不及转球。我们充分的准备的时间，或是才有办法去转直转斜。发球太长了，太长，对，可惜了。好，现在3分差，还是东山高中领先。吴文轩呢发球10-13，一个工商，看接发哈稳住。哇！哎呀，这人家要稳住，他稳不住。昨天的文轩也发进了好几个球，对，所以就很可惜哦。接发球失误其实伤很大，一下子1分就不见了。对，过往期最 OK 哦，这一球，明慧突破垫高，修正敢不敢打啊？没办法打，修正没有办法。明人18号，中间快攻 A 快转斜线了，对，往斜线每一球都得分。对，曾婉纯得分，17号云哥工商的快攻手。目前他也得到了10分。准备要发球就是曾婉纯，因为有时候快攻手习惯性都打左边的时候，其实你就把左边拦住就好，就是封阻就封阻那边就不要管另外一边，试着是要去跟他赌一下，这样才摸得到球。不然你每次两边都要顾，永远顾不到。那他刚刚被抓了一个这个线外的发球，结果这个把没过。对，他习惯从外侧这样绕进来。对，就是特性不一样。对。15-11，东山高中领先，发球是4号简义文，接发 OK， 好球，对，扑下去，林佑熙守住，简义文后排哎呀，差一点点呐，陈怡。哇，陈怡觉得很可惜哈。对对，他时间其实都抓到了，对，时间点都抓到，很可惜。好，现在简义文得到了14分，东山高中16-11，暂时领先一个工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2024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今天最后一天在台北体育馆进行赛事，也是很欢迎大家喝下午茶时间过来啊，或者冷气，对，或者晚上下班的时候过来。黑色衣服的莺歌工商对红色衣服东山高中没有配好，两边都差不多。中间陈英用拨的，再来洪玉田掩护左边直线林颖恩的得分。对，换林颖恩上来哈，林颖恩其实打不错，就是专注力还在再集中一点，比如说发球啊、接发球的部分。打直线，哇，这个线的洞蛮小的。112学年度呢 ，HBL 呢林颖恩呢也是有上场。发球是简义文，接发直接，哎呀，被守起来，还好守住哦，林一慧，吴一乐，哇，转到了中间，是不是合成化要去接手看？应该是合成化的球。OK， 因为自由球员是守斜线斜边，那长球的部分来讲，我们是后排中外去守。一个工行10号的吴一乐目前得到了8分，发球16号的林一慧贴网过来，后排后面简义文弯下腰去，触网了，攻击的触网啊，林颖恩。他起跳的时候摆臂的时候，手挥到网子的下摆的下缘。起跳的时候，我们要挥起跳的时候，对，摆臂的时候就挥到了。左手哈，这时候我们会有一只脚往后退，然后起来攻击。退一只脚，然后攻击，会稍微离网。对，退一只脚，然后再踩，这样才跳起来。你原地蹲下去跳起来，你的重心会偏移。过网吗？对，会不稳。对，过网击球。过网击球。所以我们冒包球也是要练习的，冒包球和网上的处理球也都要练习。那我们试着会让选手就是说，这个球比较你要判断比较高一点，会比较离一点，你就要往后退一步，然后再做一个并回跳。因为这种球是有高的、有弧度的，其实我们是可以掌握8包的事。那平的球，我们最好是用双手起来，用手拨比较快，比较不会失误。OK， 斜线，还有有。杨以玲3号的处理球，后举给简义文多练一下。像这种球其实很难打死对方。好，在防守练习一样。对，像这种最后重炮合成化得分。对，打一点边边角角这样子哈，不要打到选手的正面来讲的话，这样子比较容易得分。那我们看到简义文打后排，这个后排1号位置的部分打了好几个球，好像在练习防守一样。18号林颖恩的发球，吊球后面，有那么一点机会，还是简义文来不及吗？对，简义文应该是没有动作了，没动作了哈。对，合成化拼了，合成化从4号位置防守直接拼过来。吴一乐的发球，现在14比19，莺歌工商再继续努力，接发还行，最后是真的是在防守练习。哎呀，可惜。对，这陈怡英其实我觉得他有在看球，他可惜那个没有掌握到，蛮可惜的。跳起来的时候手还是可以移位什么的。对，或者是我们像这个球。后排攻击，我们是要慢一点点，等球打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跳。对，或者对方挥击的时候，我们再去跳。没有过来。对。好，东山高中现在21比14领先。这次比赛女子组的赛程这也是最后一场了。对。没有发过，对，都是还在调整了哈，还有在磨练的一个时间。
就是5号最后一场了哈，最后一段了，对。好，林佳怡，林佳怡上场也才升上1年级，守住林佳怡往上处理球，郑婉纯还有可能出界，对，他打点，对，还是要准备，小心，好到位，快攻，郑婉纯的快攻，哇，有没有？有，对。郑婉纯的得分得到了11分，这场比赛也是英歌工商得分最高的球员。发球，拦网有到，接着再修正，只能送过来了。对，机会又是郑婉纯。他有守住后排给简艺文，还是被收起来。防守练习，对。反而吊球得分，杨艺玲的得分3号。对，应该就稳稳的站在所谓的6、7米左右。对，因为我们知道后排攻击不可能打3米，除非是吊球，3、4米、3、4、5米的机会不高，所以说我们大部分后排攻击都会在6米以后。所以说，刚刚他们位置站得很稳、很准的话，就变成是一个防守练习的感觉这样子。单脚像这种单脚膝来讲，球要流出去，所谓的流出去就是往后面举一点，而且他是右手，再流出去一点他才打得到，不然你跳起来的话，球是在你的左手边，打不到球。稍微平一点，出来一点，因为就算是长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右手嘛。但是你今天脚不够长的情况下面，我们手在左手的地方，我们延伸打不到球。因为单脚一定会重心会往外，对，重心整个跳起来是往外，那你球没有送出来的时候，其实攻击手是打不到的。21-18，最后一段的时间。好，用顺教练再次提醒。今年雍顺对东山的一个跟去年的要求不一样，哇！去年他要求每一个接发球、每一个机会球都要求一定要到一个点这样子，不容许任何失误。是哦。对，那这批选手来讲的话，可能不是所谓的东山的主力啦，因为主力可能在培训，所以他还知道说用不同的方式让他们调整一下，所以知道要求点。所以教练每个都是要求不同一样的一个要求水准。对，哇，这个球很可惜。好，何成化的得分。好，刚刚英歌工商的林佳怡呢，几个发球都还蛮不错的。对。22-18。林佳彤举球给郑婉纯，郑婉纯现在变成了英歌工商的重心。对，那郑婉纯可以得那么多分来讲的话，是在于接发球到位，刚好他在前排的时候，后面接球就接到位。第二就是说，我们防守起来的球也是有到位，让他才有那么多的快攻的机会，才有办法得那么多分数。林佳彤的发球，快哦！判断吊球也蛮重要的。但是这个球就是要知道攻击手来不及了，来不及的时候就可能只有吊球的机会而已。这时候我自由球员就要前进，或者是拦网者就准备要守小球的能力，就是要去评估啊，判断一下。哇！终于被抓到一次，对，往左边打斜线，应该有点调整力啊。这个位置就往另外一边跳。等下我们看慢动作会看到，他是跳另外一边的位置，然后去拦这个球。好，今天东山高中算下来呢，也就只有5分的拦网得分，对，算不多，不多了。对，24-19来到了赛末点，英歌工商呢叫暂停。好，这一趟的台北登峰召集青年排球赛的旅程，各队也辛苦了哈，每6天打5场的。就算北部的球队也是每天也是要来哈，来回还要训练，早上练，
对，每天要搭捷运也是一个距离哈。是，那中南部要住饭店又是一笔开销。对。但是一年所谓一年一会哈，一年一约这样子哈，也很好哈，磨练热身，让教练团跟球员彼此互相了解。因为他们现在也是会做一个调整，因为知道说暑假8月份有这个比赛，选手也会把它列入他的行事历里面，做调整，因为还有一个比赛这样。没错，好，这场比赛结束呢，由东山高中呢拿下了胜利。第3局是25-19，东山高中是以3-0的击败了莺歌工商。当然，东山高中是阵容整齐了，兵多将广的，所以也是看好哈，在接下来这个学年113学年的 HBL 呢，也一样是一支劲旅了哈。没有错，我觉得他们未来的话来讲的话，应该是会再提升更多。那他们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拿冠军，高中联赛的冠军。是对，那其他球队，我觉得啊，其他球队。我们不要因为他的节奏、他的快，而就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他们跟他就有距离，或者是实力有差异。其实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教练的一个教法，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我觉得选手到一个阶段之后会停滞一点点，但是我们下面比较差的人，其实尽量认真去追，其实一定会追到差不多实力的。那最后面就看临场的表现，谁好谁坏。是，确实哈，也是有各队呢都还有时间呢可以求进步。那么现在高中的这个阶段呢，也都是一个成长、一个学习的过程。东山高中这一次比赛呢是获得了全部的胜利哈。那很开心的，我们也邀请到了温宇呢来做简短的访问。温宇你好，主播好。今天发挥的还蛮不错的。觉得呢？你自己觉得这整个礼拜下来你自己的表现？在打背飞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加强一点。可是像今天第3局的时候，有跟举球员比较配得到球，所以就打得比较的出来一点。前面几次背飞也会自己太慢了，还是说举球员的位置没有到位？就是可能要往上飞的球，就是要往上跳的球，都会往旁边飞，所以就会跟举球员配不到。是，有沟通，私底下你们会讲一下？有，会跟举球员沟通一下。是，你呢在体能方面是怎么样自己加强的？平常在学校的时候会练，就是会一起练一下体能这样子。肌力啦，核心。对，会做个重训啊，然后体能那些的。你自己呢？你自己是小学就开始练球吗？对，国小开始打球。国小也是在台中吗？在云林。云林。对。云林北城啊。对，北城国小。是。然后国中才到双十过来。对。OK， 你家里兄弟姐妹有打球的吗？之前弟弟国小的时候有打球，可是国中之后就没有打球了。OK， 那你有进入到青年培训队吗？有，今年有进 U18。你去泰国嘛，对不对？对。泰国那个经验呢，觉得怎么样？在国外跟别人打的时候，他们国外的人都比较高，所以我们因为比较小只，所以我们在打攻击的时候可能就要更快。对，然后可能要用他就要来形成那个得分。是，也是很棒啊！你们看，你们在泰国嘛，对不对？然后能够最后赢泰国队拿到第3名对，也是非常出色的表现。好，谢谢恩宇，谢谢主播，好，谢谢。
好，欢迎回来。那么稍后下一场呢，男子组的比赛呢还有2场。首先是华侨高中的对战内湖高工，也是在这一次的登峰造极青年排球赛呢，等于是前4强队伍了哈。对，因为说输赢来讲的话，会影响到是不是第2名或第3名的排名，因为他们是分组第2名，所以说下一场球赛也是非常好看。没错哈，而且2队。实力也是蛮接近的了哈，然后也都有一些球星呢在场上相互的交手呢，也是值得期待。而且 U18 回来了，是2队都有 U18 的了。对 ，U18 回来了。OK， 好，那另外刚刚当然这一场的中山高中跟一个工商的比赛呢，整个看起来哈，中山高中呢是因为它每个年级衔接上来的都足够的这个兵源哦，所以中山高中实力呢还是相当整齐。对，还是比较好一点点啊。对，但是我觉得选手部分来讲的话，就不要因为他起头我们输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认真去练，人家练1次我们练2次，我们加倍的练习，其实我们都是会追到的。但是我觉得选手还是要动头脑去思考一下，我要怎样让自己进步，然后就是说要去解读每个球怎么做。每个场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而不是说这场球在打完之后我就忘记下个怎么做。所以说不要重复或是反复的一个错误，就这样子就对选手的成长就比较差一点。那我们期待其实每个选手能够在进步空间能够再大一点，能够让自己的实力整个提升，越来打球打得越更好，这样子是。好，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然后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后面的比赛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这个锁定，同时也谢谢老师，谢谢精彩的解说，对。我们下一场比赛还会继续的为大家带来转播，拜拜，拜拜。